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年轻人中最近流行的一个又好笑又心酸的现象——假装上班。听名字就很魔幻。什么叫假装上班呢？想象一下，每天早上有一群年轻人西装革履，背上电脑包，跟真正的上班族一样挤地铁进办公楼。可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工作单位，他们只是在演自己上班。没错，他们花钱租一个办公室座位，每天朝九晚五坐在那里，好像在工作一样。这听起来像个网络段子，但最近在中国，这却真真实实的发生了，而且还诞生出一种新兴服务业——假装上班有限公司。事情是这样的，网络上曾出现一个火爆的帖子，介绍一种奇特的创业点子。有公司专门提供场地给失业人士，让你交30块钱就可以去那里上班。这个上班当然是假的，没有任何实际业务，你不用打卡，不用干活，甚至可以拒绝老板安排的任务，把上班摸鱼发挥到极致。为了让这30块花得物有所值，大部分这类假装上班公司还号称包一顿午饭，2荤1素，因此又被网友戏称为沉浸式上班主题餐厅或者成人小饭桌。更离谱的是，有的公司宣传说，如果员工对老板不满意，还可以随时拍桌子骂老板，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平时工作中不敢想的爽文情节，在这里都能体验到。听到这儿，你可能会笑出声，花钱租个地方假装自己在上班，这不是天底下最大的自欺欺人吗？然而，荒诞的背后往往映射着现实。这个假装上班的段子之所以能在网络上点击量过亿，引发无数共鸣，正是因为它戳中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痛点：就业难，失业羞耻。对于许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假装上班并不是一个好笑的笑话，而是一种不得已的体面活法。与其整天待在家里被父母念叨，被左邻右舍投来异样的眼光，不如每天跟往常一样出门，佯装自己有事可做。有人把这些年轻人的日常总结成一套假装上班指南：早上去图书馆占个位，自习室免费但座位难抢，或者去咖啡馆坐一天，虽然要花一杯咖啡的钱；逛商场找休息区坐着，时间长了可能会被保安请走。这些稀奇古怪的上班地点成了失业青年躲避闲言碎语的避风港。说到底，年轻人不是真喜欢假装忙碌，而是不敢面对失业在家的标签，只能用看似正常的日常来安慰自己，也安慰父母。假装上班火了的同时，网络上还流行着另一个辛辣的自嘲称号——烂尾娃。这个词乍一听有点可爱，其实背后含义让人苦笑不得。烂尾原本指烂尾楼，盖到一半因为资金或开发商跑路而停工的楼盘，在中国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而娃指的就是孩子，年轻一代。烂尾娃说白了，就是形容那些从小被寄予厚望、精心培养，但长大后人生却突然停摆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父母打小就对孩子倾注心血，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出人头地。这些年来流行鸡娃，父母像打了鸡血一样卷娃，从补习班到才艺班一样不落，把孩子当成项目来经营。然而如今不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辛苦培养了20年的工程没能有个漂亮的成果，好好的凤凰没飞起来，反而变成无人问津的烂尾楼。于是孩子自嘲自己是烂尾娃，父母也感叹辛苦打造的娃工程最终烂尾收场。烂尾娃一词听着戏谑，但每个说出口的人心里大概都是五味杂陈。其实现如今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无奈和挫败感，这几年在网络流行语中屡屡有所体现。从前2年的躺平，到去年的摆烂，再到今年的烂尾娃，每个词背后都是一段辛酸史。躺平是年轻人面对内卷和压力，选择放弃拼搏，躺下来不干了；摆烂则干脆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而烂尾娃更形象地把自己比作那些半途而废的楼盘，感觉人生被按下暂停键，前路茫茫。还有人把当代年轻人的处境比作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读了书，穿着长衫，但最终混得连饭都吃不饱，还放不下读书人的清高。这些调侃背后，其实是整个社会一段时间以来就业寒冬的真实写照。那么，中国年轻人的失业问题究竟有多严重，逼得大家想出假装上班和烂尾娃这样的词来自嘲呢？我们来看看一些数字。官方的青年失业率
16到24岁城镇人口在2023年连续攀升，一度突破了 20% 的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5个城市青年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这还是官方统计的结果。更悲剧的是，到了2023年盛夏，官方干脆暂停公布这项数据了，因为数字尴尬的一路飙升，引发舆论震动。当时网上有人苦笑，不公布数据，难道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后来，官方宣布要调整统计方法，再发布时就采用了新的算法，把在校学生排除在失业人口之外。这样一来，2024年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降到了 15% 到 17% 左右。听起来好像好了不少，但明眼人都清楚，这并不代表年轻人真的都找到工作了，而是统计口径不同了。很多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又不再继续求学的人，其实被归类为不在劳动力市场，等于从数字上消失了。然而他们真实的处境并没有消失，依然是没工作，靠家里接济或者吃老本。有经济学者对此算了一笔账，如果把那些毕业后既不读书也没工作的1600万年轻人也算进失业人口，那么中国青年实际失业比例可能接近1半。这个推算有争议，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官方数字低估了现实的严重性。许多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索性不去注册，为失业或干脆躲在家里，成为统计上的隐形失业者。他们可能考研2战，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干脆先休息一段时间，不主动登记就业情况。在数字上，这些人不算失业，但对千千万万中国家庭来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待业青年，是每天在客厅沙发上叹气的儿女。除了统计口径的问题，我们还得看到庞大的基数。中国每年毕业的高校学生数量屡创新高，2023年有超过1150万大学毕业生，2024年更是接近1200万。这么多人同时涌入就业市场，就算经济高速增长，也难免僧多粥少。而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新产业新岗位增长跟不上毕业生人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很多用人单位能不招新人就不招了，宁愿提高老员工的效率，或者干脆削减业务。在岗位减少的情况下，经验更丰富的求职者往往占优势，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就更难和社会人士竞争。有些岗位干脆要求35岁以下有3年经验，应届生连面试资格都拿不到，只能捶胸顿足。更令人无奈的是，行业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减少。过去10多年里，互联网、高科技企业高速扩张，吸纳了大批年轻人才，但最近2年，大厂裁员的新闻屡见不鲜，一些知名科技公司业务收缩，校招名额大砍，让无数学计算机的码农毕业即失业。金融行业也在缩紧过冬，不少银行和券商减少招聘，甚至降薪。再看看教育培训行业，曾经容纳了无数毕业生当老师、顾问，可自从双减政策落地后，大批教培机构倒闭，相关从业者一夜之间丢了饭碗。房地产业更不用说，楼市低迷下，许多开发商暴雷，不仅建筑工地上的就业机会没了，房产销售、策划这些白领岗位也大量消失。传统的吸纳就业大户遭遇寒潮，而新的增长点一时又顶不上来，这让青年就业雪上加霜。还有一个因素是地域和观念的错配。一方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岗位其实缺人，但愿意去那里的年轻人不多。另一方面，大城市里人才扎堆，竞争白热化。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寻找机会。这听起来有点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翻版。其实近年来确实有许多项目，比如招募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志愿者，让年轻人在基层锻炼。但坦白说，让一个寒窗苦读考上大学的城市青年毕业后回乡镇当个村干部或者下田种地，绝大部分人心里是很难接受的。父母也会觉得，这不就白读大学了吗？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这里非常尖锐。国家希望青年放下身段去吃苦，而青年渴望在大城市实现梦想，不愿轻易折返。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更加务实，有人降低期望去应聘基层岗位，有人参加技能培训转行技术工，有人干脆投身送外卖、
快递等灵活就业，先赚点钱糊口。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内心仍有不甘和迷茫，感觉自己被时代辜负了。曾经父母和老师鼓励的一句话是：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找个好工作。可现实却像开了个玩笑，读完书却发现好工作并没有等在前方。一时间，网上充斥着年轻人的自嘲与感慨，学历只是张纸，工作才是本事。小时候信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邪，如今成了笑话。这种情绪蔓延开来，不仅是个人的困惑，更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年轻人也并非坐以待毙，在幽默和自嘲中，他们也在努力寻找出路。比如，有的人选择考研考公，延缓就业时间，给自己多一点机会；有的人索性自己创业或者搞副业，用互联网卖货，做自媒体，当自由职业者，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还有人选择全职儿女这种新模式，暂时留在父母身边，做家务，照顾老人，以换取生活费，一边减轻求职的焦虑，一边等待经济环境好转。所谓全职儿女，也是近年诞生的网络热词，说白了，就是一种经过包装的啃老。不过相对于伸手要钱，这些年轻人至少在家承担了一些责任，心理上会好受一点。而父母呢，有时候宁可让孩子暂时在家缓冲，也不愿看他们出去受苦受挫。毕竟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把全部希望都寄在孩子身上，看到孩子失意，父母心里也不好受。面对青年失业潮，社会各界其实都在想办法。政府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稳就业举措，比如减税降费，鼓励企业招人，扩大研究生和公务员名额来暂时消化一部分毕业生，还搞起直播带货培训、新职业技能培训等等，希望年轻人去尝试数字行业或技能岗位。但这些措施短期效果有限，杯水车薪。企业则希望经济环境改善再扩招，可眼下内需不足，外贸受阻，很多公司自身难保，更谈不上担当就业蓄水池了。至于家庭，有条件的就继续供养孩子，深造或者待业，没有条件的只能催促孩子降低期望，赶紧就业。于是我们看到有高学历青年为了生计去送外卖，硕士毕业当保安的新闻上了热搜，引起大众一片唏嘘。有时候甚至出现学历贬值的声音，读了那么多书，还不如学门手艺。这些议论又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的焦虑，难道自己的努力真的白费了吗？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假装上班和烂尾娃，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名词会流行。它们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在追求体面和现实挫折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大家都还努力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愿认输，所以哪怕失业在家，也要每天穿上正装出门，给自己营造一种我还是社会正常一员的假象，维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另一方面，年轻人也用调侃的方式揭露真相，我们的光鲜只是表面，其实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就像那停工的高楼，只剩下空荡荡的钢筋水泥框架。幽默是自我保护，苦中作乐是假装坚强，可现实问题终究需要现实来解决。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和经济周期、产业结构、教育制度、人口政策等方方面面都有关联。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时间消化阵痛，而这一代年轻人不幸正处在这个阵痛期。有人把他们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毕业生，也有人担心会出现啃老族越来越多的局面。长远来看，如果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长期闲置，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巨大的浪费和隐患。青年人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才华和干劲无处施展，久而久之可能真的会消磨掉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不希望看到那样的失落的一代。幸运的是，中国人历来有韧性，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民间，很多普通人也在帮助失业的年轻人，比如有热心网友整理求职攻略，面试经验免费分享，还有人发起互助小组，大家一起打卡学习、健身，避免陷入颓废。在企业界，也开始有公司降低一些岗位门槛，愿意给应届生更多机会培养。有的地方政府推出见习岗位，给补贴让青年去单位边学边干，累积经验。所有这些努力，也许不能立刻让数据好看起来，
但至少在传递一个信息：你们并不孤独，社会没有放弃你们。最后，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画面。每天早晨挤地铁的年轻人里，也许有人是为了假装上班，他们脸上挂着和别人一样的匆忙神色，其实心里可能满是苦涩。但我想，当他们选择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和困难做斗争了。哪怕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从假装上班的荒诞到烂尾娃的辛酸，这些都是时代留给年轻人的考验。然而人生的故事不会永远烂尾下去，就像停工的楼盘还有复工的一天，寒冬过后也终将迎来春天。希望那些假装上班的身影，终有一天可以不用再假装，而是自信地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岗位。希望每一个如今被称作烂尾娃的年轻人，都有机会续写自己未完待续的精彩人生篇章。奋斗的形式也许会变，但一代人的梦想不会灭。社会各方若能合力破题，让经济焕发新的生机，让教育与就业更加衔接，让年轻人重拾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烂尾的这一代终究能站起来，搭建出属于他们的稳稳人生。今天的故事有点沉重，但我们用轻松的笔调聊了聊背后的深刻问题。如果你身边也有在假装上班的朋友，不妨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支持。如果你自己正处在迷茫期，也别放弃。希望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时代的大船偶尔遇到风浪，但年轻人终究是乘风破浪的后浪。让我们期待当下这些戏谑的流行语，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只是特殊时期的注脚，而不是青春的全部定义。掌声也好，泪水也罢，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下次再见。